美国在台协会 AIT 近期重提台湾地位未定论，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美国在台协会的表态是准确转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引发外界揣测。美国为什么要在中美正在安排元首会晤这个特殊时期提出这样的说法呢？但我要讲的是说，今天如果美国人主张台湾未定，你民进党居然还在高兴，你不觉得很悲哀吗？我们身为台湾人，人家说我们台湾地位不定，你居然还鼓掌。回顾历史，美国对台湾地位的处理从来就不是为台湾着想，而是一种服务他自己战略利益的政治手段。早在1950年1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还专门发表政策声明，主张二战后台湾已交还中国，在法律上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随着冷战的到来，时任美国国务院的高级顾问杜勒斯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美国应该否定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归属中国的内容。随后，杜鲁门总统一改一月的论调，在6月发表新的声明，提出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台湾地位未定论首次登台亮相。这半年不到就朝令夕改的表达，真的有国际法依据吗？让我们来看看开罗宣言，全称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这是斯大林同意之后公布的，明确了将日本侵略者所窃取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全部归还中国。1945年7月，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必将实施。当年9月，日本在投降书中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所提的诸多条件，除日本外，美中英苏澳加法等共8国作为战胜国，也在投降书签字，台湾随之回归中国。美国否认二战文件，等于是否认了二战成果，否认美国在二战中的历史定位。而在1971年10月25号通过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决议明确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官方文件对台湾的称谓也随之发生改变，全都改为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也就是台湾，中国的省，这也是联合国的一贯立场。而联合国收的中国会费，同样也算上了台湾的 GDP。on Taiwan as a province. 而1951年召开的对日和会签订的旧金山合约，曾贯彻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精神，在第2条乙款中规定，日本自放弃其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之一切权利、名义与要求，成为了台独理论的国际法依据。然而，当时台海两岸虽然在竞争中国正统和国际代表权方面水火不容，但在公开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方面却异口同声。这个会议不仅前苏联、新中国没有参加，台湾当局当时同样没有参加，背着中国处置中国合法领土。这一做法完全不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就有规定，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得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旧金山合约明显无权来处置中国的合法权益。民进党就是丧事喜办惯了，今天美国人把台湾降格为台湾地位未定，就是准备有可能台海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要来瓜分，要来分一杯羹，要来跟中国大陆做交易。当美国再次打出台湾地位未定这张牌，台湾必须审慎面对，看清楚这张牌到底是帮助台湾，还是川普拿来做大国博弈的筹码？这样真的能守护台湾吗？